这是今年最好看的电影，口碑大好却票房惨淡，也是今年唯一一部入围柏林电影节的华语影片。所有看过的人都哭着推荐，甚至将它誉为现代版《活着》。故事发生在西北某农村，村里的马家老四马有铁，年近40了还一直打着光棍。老四为人憨厚老实，在村里几乎不受待见。由于父母和大哥二哥去世的早，老四一直和哥哥马有同住在一起。他给三哥当了大半辈子的长工，除了管饭，没拿过一分工钱。眼看老四年岁渐长，便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，其实是想顺理成章的将他赶出家门。哥嫂给介绍的女人名叫曹桂英，是邻村的可怜人。桂英自幼父母双亡，因为瘸了一条腿，不能生育，一直蜗居在哥嫂家的木棚里。因为常年的风吹雨淋，还患上了尿失禁的疾病。哥嫂也十分嫌弃这个瘟神妹妹，稍有不慎，桂英就要挨打。就这样，两个没有任何交流，处在社会边缘的底层人，被唯一的亲人仓促地决定了人生大事。老四没有彩礼，桂英没有嫁妆，一张简单的结婚照。老四带着桂英住进了村里的荒宅，洞房当晚，桂英就尿床了。老四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出门捡了些木炭回来，升起了炉子，接着转身睡去。桂英才默默地在炉子旁烤干裤子，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尿裤子没被打骂。第二天，老四带着桂英来到父母坟前祭拜，告诉他们自己成家了。之后两人坐在沙丘上，生存的问题摆在面前。老四将贡品递给桂英，桂英不好意思接，老四却说：我的红人不吃，新人不讲，吃香。桂英这才接下贡品。在这一刻，两个被生活抛弃的人似乎彼此都有了一个依靠。老四带着桂英到农具店赊账买了种子和化肥，村民们却调侃起老四：你还赊账呢？哦，跟那吃个了白鼻子了，结婚的看那来在不可就是我们赊的跟那肥啊，不行了，那买了瓶酒，我给他找个烤子那啥。行了，我们个早做了。啥时候你这是也不了，制度了，你是制度的买酒，你这啥的比较成啥都叫了，咱就是了。老四没有反驳，只是默默给局促不安的桂英披上自己的大衣。这天，村里开启了大会，原来是村里的首富张永福病了，急需熊猫血，儿子召集大家积极捐献，可村民们都不情愿，因为首富还欠着大家工钱和地租。看到检验结果出来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，只有马有铁是熊猫血。村民们又开始调侃起老四：马有铁是个肥啊，可不是马老四吧？哦，熊猫是国宝，马老四成了国宝了。不是国宝，是熊猫，不是熊猫，是熊猫的血。张公子很快来到老四家，村民们也一起求他给首富献血，因为只有首富好起来，把粮食卖了才能还钱给村民。尽管桂英不同意，可架不住村民们的苦苦哀求，老四只能答应下来。在去城里的路上，第一次坐汽车的桂英却晕车了，还尿在了车上，这让张公子很不满。可因需要老四的血，也不再多说什么。来到县城，看着满满一管子超出标准的血，桂英满眼都是担心。而张家人对老四的感谢是一桌子的山珍海味，可老四和桂英却没有半点胃口。刚献完血回来，马老三突然找上门来，他让老四明早邀着驴车去一趟城里，给他的儿子拉新婚家具。被三哥使唤惯了的老四默默应了下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老四就蒸了一大锅馒头，让桂英中午和晚上吃，锅里他还留了炒菜。来到城里，老四想给桂英买一件长大衣，奈何价格实在太贵，他根本买不起。就算老板最后给加100，老四依然买不起，因为他身上只有50。刚好张公子看到这一幕，花了80块钱买下，送给了老四。但老四却说：算我借你钱买的，承诺之后一定会还钱。他知道张公子的意思，不过是希望他继续给他爹献血罢了。回到村里，天已经黑了，桂英担心地站在村口不停张望。老四很生气，因为桂英腿脚不方便。桂英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从怀里掏出一瓶热水，这是他捂了好久，也换了好几回的热水。老四接过热水，心里一阵温暖。老四把新大衣披在桂英身上，然后就这样牵着驴慢慢走回家。往后的日子，老四和桂英每天都在地里忙活着，播种下这些粮食。他们也看到了对生活的希望。晚上，两人来到邻居家蹭电视，顺便借了10个鸡蛋。回到家后，用一个戳满小洞的纸箱和电灯做了一个孵化箱。老四轻轻晃动电灯，灯光洒满整个屋子，两人就这样享受着这份简单而特别的浪漫。生活虽然过得很苦，
可老天从来不会因为你的苦难而轻易选择放过你。为了开展新农村建设，要对闲置的旧房进行拆除，而房主能领取15000元的补偿金。得知这个消息，老四暂住的这间破房的主人连夜从外地赶了回来，要将房子拆掉。毕竟不是自己的房子，桂英虽然不舍，也只能和老四如丧家之犬一般收拾家当走人。好在村里的破土房够多，两人很快又找了一间住下。时间一天一天过去，种下的小麦长出新苗，鸡蛋也孵出了小鸡，这让两人对未来充满憧憬。经过上次的被迫搬家后，老四决定自己盖一间房，建一个属于桂英和自己的家。没钱买砖瓦请工人，夫妻两人就自己动手，每天起早贪黑制造土坯。老四为盖房子充满了干劲。然而村里首富的儿子又一次不怀好意的登门拜访，因为上次拿了张公子的大衣，钱还没还上，老四只能无奈的再次答应献血。再次坐上张公子的车，后车座被盖上了一层塑料布，看着老四又一次被抽了满满一管血，桂英满眼都是心疼。往后的日子里，夫妻俩过得越来越好，小鸡仔也在慢慢长大，盖房的砖也一块一块码好了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这天夜里，一场大雨突然降临，他们拼命的想要挽回损失。老四担心桂英生病，连忙将一块塑料布盖在她的身上，让她赶紧回家。可桂英执意留下一起抢救土坯。雨越下越大，两人跌跌撞撞地瘫坐在泥水里。一开始心酸到想哭，可还没哭出来，就被彼此狼狈的模样逗笑了。雨过天晴之后，老四和桂英坐在田里，两人聊起了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。这是他们第一次敞开心扉。桂英将编好的草驴送给老四，老四忍不住感慨道：还是错对的人好，不知错那就不叫人使唤。说完，老四突然落下了眼泪。天气越来越热，两人只好睡到屋顶。老四怕桂英掉下去，就用一根裤腰带把自己和桂英拴在了一起。正如村头大妈们说的一样，老四对桂英的好是恨不得把她拴在身上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，老四的新房子终于开工，没有任何人帮忙，只有夫妻二人，还有那头不知疲倦的驴。等草席铺上了房顶，他们的新房子终于建成，两人终于住进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新家。老四将结婚时候的喜字郑重其事地贴到了墙上，桂英也起身帮忙。桂英说，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有自己的家。老四告诉他，等秋天不过摆下来没了，该再过年前也给你买个大的事，完了把你领的是你的大学呢，找个大夫好好的给你看看。桂英对未来充满了憧憬，两个在村里受尽歧视的人终于体会到了幸福的滋味。不久之后，老四又被叫去献血，这次他没有任何怨言，只是告诉首富的儿子，让他尽快把村民们的工钱还了。可张公子只是轻蔑地笑了笑，讽刺老四居然还有心思操心别人。转眼到了收麦子的季节，休息的时候，老四拿出6颗麦粒，在桂英手背上种了一朵小花。咋个之后啊，你跑到哪里都就丢不掉了。两人的生活越来越好，还在院子里养起了猪仔。隔天，哥哥马老三来找老四，说自己替他申请了一套房子，特困户申请只需要拿1万块，村里没有人能比马老四更有资格申请了。可老三并没有那么好心，他知道老四不可能到城里去住，这套房子迟早属于他儿子。老四确实没有住进大房子，他依旧在黄土地上勤勤恳恳地忙碌着，为了实现给桂英的承诺而辛勤劳作。这天，老四拿着鸡下的第1个蛋回来，桂英却突然身体不舒服。老四急忙把桂英扶回屋里，用刚下的鸡蛋煮了碗面条，可桂英却舍不得吃，她想把鸡蛋让给老四。老四说什么也不肯吃。小两口生活虽然艰苦，却也温馨幸福。可生活往往充满了意外，上天再次给老四开了个巨大的玩笑。这天，老四掰完玉米回家，却在村口听到噩耗。村民告诉他，桂英为了给他送饭，路过水渠时身体突然不适，头一晕就栽进沟里了。老四疯了一般跳进水里，疯狂喊着桂英的名字。唯一的结婚照被裁成了黑白照片，喜字被揭下，取而代之的是桂英的遗像。老四在桂英已经冰冷的手背上用麦子种了一朵小花，也许到了下面，他就能再次找到桂英。安葬完桂英，老四又给他烧了一台大电视机，这是他承诺好的。接着他将所有的粮食都卖了，还被巧舌如簧的商人压秤取水。老四没吭一声，拿到钱后，他还了欠下的所有钱，
又把辛苦了一辈子的毛驴也放了。天色渐黑，老四最后归还了借的10个鸡蛋。10个鸡蛋坏上了，不坏了。老四只是放下鸡蛋，转身默默离开。回到家中，老四剥开那颗他和桂英一直舍不得吃的鸡蛋，看了一眼墙上桂英的遗像，然后爬到床上。老四就这样痴痴地看着桂英编的那只草驴，另一只手上印着和桂英一样的小花，似乎有了这个印记，他们就能够找到彼此。没过多久，老四的房子也成了拆改对象。马老三的儿子来了，他来拿走了叔叔的15000块拆迁补偿费，顺便带走了叔叔养了1年的鸡和猪，而那只老四放走的毛驴又回来了。看着老四和桂英辛辛苦苦盖好的房子，随着挖掘机的开动，瞬间引入尘烟。